美国的大战略如何被乌克兰改变？7位战略家给出了答案：中国已经入局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在俄乌冲突过去半年以后，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再度向一群杰出的思想家提问：欧洲自1945年以来的首次重大战争将如何塑造美国未来的大战略？虽然这些专家们的观点不同，但大多数人都同意一件事儿：这场战争标志着后冷战时代的结束，也标志着欧洲和太平洋地区超级大国竞争加剧的回归。这7位专家一致认为，第一，由于俄乌冲突，西方国家惊人的团结在了一起；第二，北约重新焕发了活力，瑞典和芬兰的加入重击了俄罗斯的安全战略；第三，欧盟变成了经济战的主战场，影响了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；第四，西方以外的大多数国家拒绝选择阵营，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；第五，在技术领域，这场危机将加速超级大国之间的脱钩过程，也就是逆全球化态势的形成。从表面上看，俄乌冲突带来的国际战略格局变化与中国并不是直接相关的，但是这些专家等同于宣告中国已经入局，其主要原因就是中国自身实力的强大。首先，一个多极世界在加速形成的同时，西方国家更加抱团，导致中国外交战略的安全性变得更为复杂。对中国而言，绝大多数非西方国家拒绝站队，等同于宣告美国联合其盟友遏制中国的预期已经破产。但是欧洲国家以美国的抱团，也让中国面临更大的战略安全压力。美国将会进一步的拉拢欧洲国家，在意识形态、人权以及南海、新疆等问题上，甚至在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大陆施压。从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所引发的危机就可以看出来，西方有30多个国家站出来强调台海和平，从中不难看出，俄乌冲突强化了西方之间的抱团取暖，这对中国是不利的。其次，过去脑死亡的北约又重新焕发了活力，俄罗斯将面临更大的战略压力，甚至北约还会把触角伸向亚太。俄罗斯并没有因为俄乌冲突而变得更安全，反而要面对一个更加反俄、军队北约化的乌克兰，以北约的边境线也将扩大1倍。北约已经将中国定义为挑战，积极拉拢日本、韩国参加北约会议和相关的合作机制。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并没有因此而减少。俄罗斯在与西方全面对抗的情况下，将会进一步与中国发展合作关系。但是，中国的对外贸易的主要目标市场仍然是西方国家以及东南亚、中东等等。那么，如何站稳自己立场，考验着中国的精力。最后，欧洲面临着经济战，美国也在乌克兰投下了越来越大的赌注，这些都将影响到中美战略竞争。美国拉着欧洲干涉俄乌冲突，还被认为是未来干涉台海的预演。欧洲国家在经济上会不会更加独立，还是甘心被美国持续收割？这是需要中国长期关注的。另外，美国在乌克兰的军援也会影响到亚太地区的军事投入。但是俄军表现得不尽如人意，很可能让中国的未来承受更大的压力。对中国更直接的影响还是在中美高科技竞争领域。美国已经推出了芯片联盟，未来还有可能进一步的推进与中国的脱钩过程。而美国的这些计划如果没有欧洲国家的配合，将是难以见效的。所以，中国如何破解美国的干扰，加强与欧盟的经济合作，考验着我们的外交技巧。后冷战时代，中国虽然不是俄乌冲突的直接参与方，
却被西方称为超级大国竞争的对象。所以，不管俄乌交战的结果如何，中国都有可能会面临更加抱团的西方国家，这恐怕已经变成了现实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保持自己的战略定位，有技巧地维护好自己的战略利益，争取早日突破绝对安全临界点，才是最重要的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